大家好，我係盧卓君。我曾經坐過輪椅10年，但係而家嘅我已經可以行動自如啦。類似嘅病人我醫過，不過咁抗拒中醫嘅病人咧就係第一個。我心目中嘅中醫係一個鐵打佬，我覺得佢淨係識得整骨㗎嗰啲。佢會用腳踢你啊，俾你針某個穴位啊。佢年紀輕啦，冇理由成世坐輪椅㗎，所以我就極力去嘗試去處理好佢。無言感激，佢好似俾翻一對腳我。明年今日，我希望我已經可以成為註冊中醫師。有個人咁長，我個人咁長咯，都唔知點着。我去到幾多歲都好，我覺得童裝都可能係最適合我。君君出世嘅時候係一個得31週嘅早產嬰兒，只有大約0.9公斤。除咗發育速度慢影響身高之外，健康亦都出現問題。去到14歲啦，咁我就記得自己有一日就好似翹唔到腳啦，以為自己屈親啦，咁去翻兒科度睇啦，就發覺原來係出現咗一個股骨頭生長板滑脫症嘅。據統計，每10萬個青少年當中，就有大概10個人會患上股骨頭生長板滑脫症，係一種髖關節疾病。由於患者嘅骨頭結構改變，無論膝頭哥、腰部以至大腿都會感受到強烈嘅痛楚，嚴重更加會影響行路同埋坐立能力。生活啊，譬如着鞋啊、着襪啊，甚至乎係即係過床過凳，好多位都會，其實每一下都喐動嘅時候，其實我覺得好痛喎。嗰陣時都係冇辦法去行路啦，甚至乎覺得入邊好似火燒咁啊，咁真係頂唔順嗰個痛楚，冇辦法，咁就繼續坐住個輪椅咁樣。君君喺坐輪椅嘅10年期間，進行過大大小小嘅手術，包括加入螺絲固定骨頭、髖關節骨頭矯正手術等等。雖然痛楚係減輕咗，但係其他身體問題亦都陸續湧現。譬如隻手冇力啊，甚至乎係用到長期嘅尿喉幫手去將啲小便排出體外，去到自己越嚟越萎縮嘅時候，都發覺原來出現更加多脊髓性嘅問題嘅時候，咁我就會開始問究竟係我真係坐得太耐而出現，定係點樣呢？咁後來其實到而家呢一刻，西醫都冇辦法去揾到一個原因。佢有寫我個診斷係乜嘢，佢寫脊髓病。後邊箍住銀窿嘅，佢哋話不如諗下坐輪椅有啲咩可以去做啦。其實坐輪椅都可以活得好精彩啊！佢哋咁講啦，咁你點諗咧？喊有啲醫生都會建議一啲病人去攞一啲組織去第啲國家去化驗啦，睇下會唔會係一啲比較典型啲嘅，或者係一啲喺香港冇嘅病種嘅罕病啦。其實有一刻好想自己去揾個答案，但係有一刻又令我自己停住呢個腳步，唔想有一個明確嘅診斷，唔想俾人標籤咧。去到有一刻，其實即係當我收到一啲傷殘嘅證明嘅時候，其實都知道其實係咪應該係時候接受一下自己咧？都幾難推死啦！喐唔到，我冇辦法想像以前爸爸點樣推我。其實佢哋係抱住一個我個女會好返嘅態度去面對我咯。我會比較相信西醫嗰邊，佢哋會比較相信中醫。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因為我唔熟悉中醫，同埋西醫好多都講數據，唔肯去針灸咯，即係已經車到你去樓下都係唔針啊咁樣咯。都有試過打㗎，一巴打落嚟咯。咁但係嗰下好明白一個父母其實見到自己個女咁樣，其實佢哋都好心痛。你問我係咪怕針咧？唔係啊，但係就係唔知點解，就係唔想去做，冇一個的起個心，因為我覺得自己都唔好。
阿蘇蘇畫嘅，全部都係，真係㗎。係啊，全部係佢畫嘅。呢啲呢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，都係呢啲咧，咦，都係呢個啊？呢個我畫嘅。你睇啲畫風都唔同啊！我當時喺醫院，佢嚟到我床邊，就希望我俾佢針。我心目中嘅中醫係一個鐵打佬，我覺得佢淨係識得整骨㗎嗰啲。佢攤喺張床嗰隻貓仔咁，好似有啲可憐嘅情況，即係佢會執埋塊面啊，即係唔係好理睬你啊，即係嗰啲咁嘅態度。咁我感覺上咧，佢對中醫咧絕對抗拒嘅。中醫咧嗰個本性咧就即係講難聽啲就係死馬都當活馬醫，一定要處理好佢，諗一個方法咧，等佢餘下嘅人生咧好過啲，就唔應該咁樣就放棄咗。佢係唔止一次嚟醫院咯。咁跟住佢有一次講一句説話，我仲要去門診嘅陣間，我已經係放棄咗某啲病人，即係早啲收工，早啲過嚟係特登嚟睇你嘅。嗰刻有啲感動咯。有咩促使佢令到佢真係放低一啲咁沉重嘅工作嚟到我個床邊？跟住我話好啦好啦，如果我喺醫院就我請假 home leave， 我就嚟針下啦咁樣。我都曾經試過同陪佢覆診，等喺佢醫生個面前咧就了解多啲情況嘅。就算係中醫嘅課程咧，都有西醫嘅診斷嘅方法嘅。咁我透過嗰啲方法咧，例如反射有冇改變咧？咁我度推下個菠蘿蓋，一般係推一推咁佢就停咗喺度。但係咧佢哋嗰啲神經性嘅疾病咧，可能個菠蘿蓋咧一路咁喺度震一段時間，佢先至會停嘅。好多係神經性問題，係大過嗰個骨傷。因為如果佢個髖骨有問題啫，佢髖骨痛嘅，痛我就算雖然痛，我好勉強我都會行到嘅。好明顯咧，喺我中醫立場咧，呢啲叫痿症。佢四肢都唔活動都唔靈光，隻骨又冇力撐起身，佢唔能夠好直立咁坐喺輪椅，係個身係側埋一邊。咁我覺得呢啲係神經性嘅症狀。喺中醫嚟講就經絡不通啊。咁處理上有咩咧？針灸啦，打通啲經絡啦，同佢做一啲整脊嘅方法啦，將佢隻骨調整啊，唔好卡住啲神經咁厲害啦。慢慢佢就真係恢復過嚟嘅。仲要講中醫啦，中醫個概念就話佢啲脾胃唔好啦，吸收唔好啦，所以肌肉萎縮啦等等。咁我哋又喺度針下啲胃經啊、脾經啊咁樣諸如此類咯。當時我就慢慢進步嘅時候啦，咁我就專登就唔話俾教授知，好似係開診之前突然間特登行入去啦。咁跟住我好記得教授個樣係即刻。我好開心，想攞個手機，我想影低佢，即係都見到佢係好開心，好似仲開心過我。咁你有冇一啲説話你都想同翻黃醫師講嘅咧？咁當然係無言感激。所以講唔到嘢，無言啊。係咯，即係佢好似俾翻一對腳我咯。上等嘅醫術除咗能夠治病，更重要係能夠治心。曾經想放棄治療嘅君君，最終擺脫輪椅企返起身，更加喺黃醫師嘅鼓勵之下報讀中醫課程，希望用自己嘅醫術幫助更多人。我覺得呢張相影得我幾有自信，幾靚。咁去到醫院要實習啦。咁我同嗰個病人針灸完啦，因為佢中咗風。所以其實個陪護咧都唔係好知道佢想點，佢就呢唔知佢講咩。咁跟住後來咧，我就發覺原來咧嗰個枕頭咧，可能嗰個位令到佢唔係好舒服。咁我就嘗試幫佢鬥一鬥，即係攝咗落去啦。跟住我同佢講話咁樣你有冇舒服啲啊？跟住佢即刻喊，跟住佢就即刻岌頭咯。咁嗰下其實呢一啲。點解我會知？因為我經歷過。君君，既然咧你有幸重拾健康啦，從輪椅上就企翻起身，並且咧下咗咁大嘅決心，用咗咁多年嘅時間，
艱辛咁完成咗整個嘅中醫課程。我希望你好好咁樣珍惜你而家擁有嘅一切。喺未來嘅日子，你仍需不斷咁努力去進修，成為一個醫術高明嘅醫師，上療君親之疾，下救貧賤之厄，並以高尚嘅醫德咧利澤蒼生。唔好以追逐名利為首要嘅願望，實為我嘅切切嘅期望。大醫精誠就係當你治病嘅時候，不論係咩人咩身份，佢係仇人又好，不論佢係有錢一係冇錢，你都係同等嘅對待咯，對佢哋。可以你講嘅就係走上醫道係可能係我人生嘅全部。咖喱味道，不如玩下先。不過好污糟㗎，好得意啊！佢好鬼眼實望住我，話呢架咩嚟㗎？